父母住老小区，卖水果的店3轮没处充电，我花50万装了3000个充电桩，只留楼下一个专属位，其余的全小区免费用。谁知转头就出事，爸妈的车被彪形大汉砸烂，人也被按在地上打。老不死的，天天霸占充电桩！我冲上去搀起爸妈，指着充电桩怒喝：“这是我家专属的，哪来的霸占？”物业经理出面调停：“梁哥，充电桩是公共财产，你爸妈过分了。”我刚要辩解，他反倒摆起架子：“你给郭哥道个歉，这事就算了。”听他颠倒黑白，我瞬间怒了：“我花50万，却只换来爸妈挨打，还要让我道歉，没门！”3000个充电桩当场全拆，这下整个小区彻底疯了。听到林经理的话后，我笑了一下：“要我道歉？当初安装充电桩的时候，是你拿着文件为难我说，只安装1个小区不审批，让给小区多安几个。你帮我走审批手续，为了爸妈卖水果方便，我花50万给全小区装了3000个充电桩。反正都是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老邻居，我全当做好事。充电桩通电那天，我只要求给我爸妈预留一个专属充电桩，剩下的充电桩大家免费使用，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。那张写着专属的贴纸，还是你亲自贴上去的。”说着，我点开当时随手拍的视频，这是你当时给我的保障。当时小区人少，现在人多，你能不能体谅一下大家？充电桩是小区的，凭什么给你爸妈开后门？他挥舞着拳头想用武力压制我，爸妈快步挡在我面前。儿子，算了，往后爸妈跟别人轮着用。梁叔，还是你有觉悟。梁哥大过年的，以和为贵，你赶紧给郭哥道歉算了。道歉？不可能打人的是他，要道歉也是他。听见我让他道歉，郭哥就像一条疯狗一样冲我狂吠。道歉不可能，我早看这俩老不死的不顺眼了，我替小区其他人伸张正义，我没错。听到这话，我爸妈脸色变得极差。儿子他不讲道理，我们不跟他计较，大不了我和你爸每天去隔壁小区充完电再回家。看着我妈受伤的手腕，我将她拉到身后。不道歉是吧？我掏出手机打给负责小区充电桩的工作人员。小李，现在立刻停了翰林南苑小区充电桩的电，派人来小区拆除充电桩，假期期间工钱双倍。呸！装什么大尾巴狼，还停电拆除呢？这可不是你说了算的。梁哥，充电桩安到小区的地皮上就是小区的财产，你没权利这样干。你要是真这样做了，我会让全体业主告你的。听着他不痛不痒的威胁，我冷笑一声：我花钱装的东西，我爸妈用不了，我肯定要拆，谁告我都不管用。儿子，算了，装这些充电桩不少花钱，你拆掉就浪费了。哼，就是卖废铁也不给这群畜生用。小李行动很快，充电桩自动关闭的声音此起彼伏的在小区响起，小区业主群瞬间热闹起来。怎么回事？充电桩断电了，物业什么情况？不对劲，他们不是来修的吗？怎么开始拆了？物业发什么神经？用的好好的，怎么拆了？物业费都收过了，谁让你们拆充电桩？有饼吧？各位业主，6号楼708的业主无理取闹，非要拆除，和物业没关系。消息刚发出，小区群瞬间沸腾，无数人质问我。看着满屏的消息，我将物业经理的保证视频以及郭哥对我爸妈动手，物业经理逼我道歉的录音发到群里。充电桩是我花钱安的，我爸妈挨了打，物业不给我公道，我只能拆了。本以为会有业主替我发声，谁知这群白眼狼疯了一样骂我。凭什么你爸妈有特权？没听经理说充电桩安在小区地皮上就是小区的。他爸妈我记得天天骑个破3轮卖水果，霸占着6号楼下最宽敞的充电位不让。这位大哥说的对，他替大家伸张正义，我们应该支持他。林经理看着满屏替他叫好的声音，面上的得意之色毫不遮掩。梁哥，你看见了吧？整个小区业主都这样认为，充电桩虽然是你安的，但这属于小区的公共财产，你不能拆。你爸妈享受那么长时间的便利，已经很不错了，你要懂得感恩。听到他倒反天罡的话，我正要回对，可就在此时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。梁总，我们在11号楼下，有人阻拦，说要找帽子。你们只管拆，出了问题我负全责。见我动真格了，林经理瞬间急了，他拿出手机威胁我，让你的人停手，否则我就报警了。报啊，我不怕。看他犹豫不决，我拨通了报警电话。翰林南苑6号楼有人恶意殴打老人。我没殴打他俩，是他俩影响我充电，我只是替大家伸张正义罢了。我指着我爸额头刚止血的伤口和我妈受伤的手腕。你没殴打的话，我爸妈身上的伤是哪儿来的？伸张正义你说了不算，等帽子来了就知道了。也好，正好让帽子评评理，看看到底谁对谁错。嘿，我说要不是你俩非占着充电桩，郭哥会对你俩动手。怎么你这么一大把年纪了，也要跟着你不懂事的儿子胡闹吗？胡闹！我儿子说的对，钱是我们花的，打是我们挨的，做错的人却不道歉，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？儿子是霸人习惯了，总感觉都是邻居没必要，可今天必须要讨回这个公道。我爸当老好人习惯了，今天能支棱起来，看来也是咽不下这口气。此时眼看整个小区的充电桩都要拆完了，不少业主纷纷围观在6号楼下。林经理咬牙切齿地看着我，你太过分了，快点让你手下人停下，要不等帽子来了，你讨不到便宜。看他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我拨通了小李的电话。小李，加快速度，半个小时内拆完，工钱再加1倍。就在这时，警笛声越来越近了，郭哥脸上出现了窘迫的神色。林经理，你可得给我作证，我没殴打他们，我只是想替大家伸张正义。郭哥，你放心，像你这种热心的业主，我们小区不会让你寒了心。听着他颠倒黑白的话，我心头传来一阵怒火。明明郭哥对我爸妈动了手，他却成了热心业主。看来今天这个充电桩我拆对了。拆完了，梁总，这些配件怎么处理？打给废品回收站，让他们尽快来拉。见我如此决绝，林经理急得跺脚。帽子来了。
大家快让开，让帽子替我们主持公道。听到围观的业主大喊，林经理像是抓住希望一般，狠狠地对我说：“这是你自找的，你千万别后悔。等下你把家底都赔光了，也是你活该。”谁报的警？我举手示意女同志上前给我爸妈验伤。男同志严肃地看着林经理和郭哥，动手的是谁？老人一把年纪了，多大的仇怨？是他，非要说我爸妈霸占充电桩，把我爸妈打了一顿。不，我替郭哥作证，是他们先霸占充电桩，郭哥只是劝他们别这样做。同志，郭哥是冲动了一点，但他是为了小区业主，可他竟然让人把小区3000个充电桩都拆了。这是你让人拆的，整个小区都拆了。见我点头，他凝重地看着我。你爸妈受欺负了，可以找我们处理，可你不能这么冲动吧？就是，这是小区的公共财产，你凭什么拆？就凭这3000个充电桩是我安的，整整2年运行、使用和维护，小区没出1分钱。瞬间喧闹的人群安静了，男同志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你安的？整个小区3000个。我拿出当时花费的账单和2年运维的费用，以及使用的电费。哪怕是你安的，你也没资格拆。物业守则上清楚写着，要拆除小区公共财产，必须要2/3的业主签字同意。他没业主的签字，同志，快点把他抓起来。对，抓他，让他这么嚣张、自私自利，影响整个小区。他爸妈一直霸占充电桩，他倒有理了。不仅要把他抓起来，还得让他装好新的。听着一句句荒谬的话，我不慌不忙道：“这些充电桩是我花钱安的，不属于小区的公共财产。不管谁来了，我都有权处理自己的东西。这位先生说的对，他的私人物品，他有权利。”他们的话没说完，小区保安正巧送来了合同，林经理接了过来。同志，你可能不了解，这是小区的公共财产，从安装第1天开始就归小区所有。您看上面写着呢。梁先生，这是你签的字吗？见我点头，同志面色变得严肃起来。梁先生，按合同规定，从安装那天起，充电桩归小区所有。你今天的行为不仅违规，还违反了。儿子，他什么意思？钱是你出的，你拆了，怎么违反了？林经理得意地看着我。都说了充电桩属于小区，你非要拆，这下好了，你等着吃不了兜着走吧。不可能，字是我签的，但没任何条文规定充电桩归小区所有。见我不信，帽子指着合同上的一行字，上面说3000个充电桩自安装之日起归翰林南苑小区所有，物业具备管理权，一旦有人拆除，需要承担赔偿与法律责任。白纸黑字，你承认的签名，难道会有错？怪不得林经理不害怕，原来他早有准备。这份合同跟我保存的那份比，多了一行我从未见过的字。这份合同我没见过，跟我存的这份不一样。说着，我拿出手机，把我保存的合同给同志看。的确，2份合同不一样，但签名是一样的。这份合同是你编辑好发我的，上面的每个字你都亲自确认过。现在你拿一份假合同糊弄谁呢？本就看我不顺眼的业主们骂声更大了。他爸妈的水果摊我从来不去，水果不新鲜不说，还缺斤少两，一家子坏蛋。父母霸占充电桩，儿子伪造合同。我信林经理无奸不商，他一个做买卖的，肯定经常用这种手段。怪不得赚那么多钱，原来都是这样赚的脏钱。还好这次被发现了。察觉到他们的恶意，我指着那份纸质合同，他那份合同是假的，至少跟我签字时不一样。既然你们双方互相指认对方造假，这样吧，我让我们负责经济侦查的同事介入，他们是专业的。听到这话，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从林经理脸上闪过。没问题，合同原件就在我公司，我愿意接受调查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要追究他故意伤害我爸妈的责任。被我指着的郭哥面色一变，我把我妈身上的伤痕确凿，不管合同真假，他都逃不了法律的制裁。林经理，你得帮帮我，我可是为大家伸张正义。郭哥向林经理投去求救的眼神。这样吧，各退一步，我们小区业主不追究他蓄意拆除充电桩的责任，他放过郭哥。不过这些被拆掉的充电桩必须恢复原样，不能影响小区业主使用。听着这荒谬的条件，我笑着看他。你不会是害怕了吧？既然你说我手里这份合同是假的，那就让专业的人来查一查。我是在帮你好不好？一旦被查实了，你爸妈的水果卖不成了，你的公司也得倒闭。没人愿意跟一个伪造合同的奸商打交道。只要你把小区充电桩恢复原样，小区业主愿意放你一马。哼，没必要，我没做过，我不怕。同志，请您联系专业的同志介入，我倒要看看这3000个充电桩到底属于谁。林经理瞬间慌了，一旦坐实他伪造合同，整件事的性质就变了。见我不为所动，他转头对准我爸：“梁叔都是邻居，我不想把事情做绝，你劝劝你儿子，只要他认错，你照常卖水果，他照常做生意。”哼，我不信，我儿子会伪造合同，我要求鉴定。3000个充电桩影响很大，帽子不敢犹豫。金针的帽子来得很快，不到半天时间，鉴定结果出来了。签名是梁先生的不错，但却是后期拓印上的。瞬间，林经理的脸色白得像纸一样。假的，这不可能，是不是鉴定错了？他用多少钱收买你们？林先生，你这是诬陷，你对结果有疑问，可以申请向上级复核。如果我要想控告他伪造合同的话，应该直接向审判庭反映吗？得到肯定答复后，我带着爸妈离开了闹哄哄的现场。爸妈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收拾东西，我先带你们去住酒店。简单收拾了东西，我开车带爸妈驶出小区。路上不少业主对我的车指指点点。爸妈把房子卖了吧？卖吧，
我们搬到你那。有了我爸的话，中介的行动很快，5天后房子挂了出去，爸妈收拾了行李，准备跟我回工作的城市。帽子局也给了我回复，郭哥殴打我爸妈拘留了，我拿到鉴定证明，将林经理告上了审判庭。搬家那天，林经理很早的等在门口。梁叔，梁哥，我错了，你给我个机会弥补好不好？弥补？林经理，你不是口口声声让我认错，怎么现在害怕了，要弥补了？梁哥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我一般见识好不好？我不该造假合同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吧。那天你要是能站在我爸妈这边说句公道话，事情就不会发展到现在。你是咎由自取。拉着东西和我爸妈离开后，身后传来林经理恶狠狠的叫骂：畜生，真以为老子怕你？你给老子等着！安顿好爸妈后，我到公司准备开工，刚坐到办公室就刷到那天拆除充电桩的视频，被人恶意剪辑，标题为抵制奸商充电桩，不合适小区连夜拆除。下面有很多人评论：这家公司充电桩特别垃圾，差点起火，我们小区都拆了，快拆吧，等起火那天就完蛋了。就在此时，电话一个接一个响起，哪怕我费心解释，年前谈好的很多单子仍被搁置。正在我郁闷之际，收到一条匿名短信：看到了吧，你不服软我会搞死你。不用想我就知道，对面一定是林经理。伪造阴阳合同并没给我带来实质性的经济损失，哪怕我告他也判不了很长时间。可他在网上造谣污蔑我就不一样了，让专业人士查到证据后，我第一时间报案。当晚在大家讨论最厉害时，我用公司账号开了直播。大家好，我是这2天传得沸沸扬扬的黑心充电桩公司的负责人，这是公司的资质证明，这是涉事小区充电桩安装的审批流程，所有程序合规合法。另外，充电桩不是小区拆的，而是我让人去拆的。瞬间，谩骂和质问的弹幕停了下来，整个直播间安静了。这是充电桩拆除那天小区的监控，充电桩是我自费安的，小区业主免费使用。可那天我爸妈被业主打了，我便拆了充电桩。直播间弹幕滚动着，自费安了3000个，人家爸妈不能用1个吗？2年50万养了一群白眼狼，要我也拆。大家看到的视频是小区的物业经理造假的，他不仅造假了视频，还伪造了合同，目的是侵占3000个充电桩。另外，针对上述造谣，我已报警。我将帽子局的鉴定报告、受理通知书和视频发布者的 IP 地址发了出来，网友们纷纷站在我这边。这操作也太帅了，对这种白眼狼必须要出手，占了便宜还不知足，造谣人家，等着蹲铁窗吧。现代版的农夫与蛇，小区业主占2年便宜还不知足。这时接二连三的电话铃声响起，是那些搁置订单的客户，他们纷纷向我道歉，表示订单按进度推行。帽子局也传来了消息，林经理被抓了，不仅仅是因为造谣诽谤我，就连小区的业主们也将他告上了审判庭。刚回到家，我妈就满脸惆怅的唏嘘着：儿子还好，我跟你爸搬出来了，小区着火了，烧死了好几个人，就在我们隔壁楼，听说是3楼的，为了省钱把电瓶拆下来放家里充，着火后把2楼也引燃了。闻言我心头咯噔一下，当初没安充电桩前，小区有不少人经常这样干，我知道其中的风险，便掏了那50万，没想到刚拆了充电桩，火灾就发生了。这事是物业不负责，是业主不小心，跟咱没关系，你不用难受。儿子说的对，是他们自作自受。晚上我接到了帽子局让我配合调查的电话。梁先生，林然的案子调查开始了，需要您配合。在帽子局里，我再次见到了林然，他变得萎靡不振，那副趾高气扬让我给郭哥道歉的样子不见了。梁先生，求你帮我说说话，我不想蹲铁窗。梁先生，我愿意赔钱，只要不让我蹲铁窗，我愿意公开向您道歉。原来林然不仅是物业经理，也是这家物业公司的法人。那场大火烧死了3个人，2个重伤，整栋楼的房子都被烧坏了。不算他诬陷我的那些视频，这些人命足以让他这辈子待在铁窗里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当初我安充电桩时，他卡我审批，我没跟他计较，自费花50万安装3000个，可他要让我爸妈陪我受委屈，那绝无可能。林然，你的事跟我无关，我不会替你求情。在帽子局做完笔录出来的时候，我接到了媒体的电话，他们要采访我，想了想，我答应了。镜头对准我那一刻，我叙述着2年前自费安装充电桩的事情。梁先生，你有考虑过让物业出钱支付这笔费用吗？物业总拿小区是老旧小区，物业收费低，推拒没办法，我就自己安了。那你现在后悔拆了那3000个充电桩吗？我不后悔，那50万我花的心甘情愿，可他们不尊重我的付出，不尊重我爸妈，我有资格拆除。那场火灾跟我拆除充电桩没关系，是物业不作为，是业主不小心才会导致那场灾难。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，你还愿意去安充电桩吗？这个问题我倒是没考虑过，为了爸妈便利，为了整个小区居民的日常生活，我愿意花那笔钱。可是这次经历让我发现，不是所有的善意都能得到回报。思索过后，我摇了摇头。我不确定，但我觉得如果能重来，我会去找物业协商，让物业担起责任。采访结束后，我将车子停在老小区门口，黑洞洞的3号楼静静地伫立着。楼下的张大妈认出我的车，凑了过来。小梁，是你啊！大妈觉得你说的对，他们自作自受，把你当软柿子捏。不过充电桩拆了后太不方便了，隔壁小区不让我们充电，新安了门禁，出事后物业公司散了，没有新的物业公司接手。他絮絮叨叨跟我分享，我看见不少车子拉着家具往外走。张大妈，这是搬家，大家都觉得住在这个小区晦气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去买菜都不敢说小区的名字，怕有人指着我的脊梁骨骂。咱那一栋快搬空了，没人想在这晦气的地方住下去。小梁，大妈问你，如果剩下的业主掏钱，你能不能帮大家安充电桩，哪怕只有1个？
张大妈，我考虑一下。他不好意思的笑了笑。那天我本来要替你爸妈说话的，可他们人太多了，我不敢。大妈只是问问，你不用当真。望着他落寞的背影，看着不停往外搬东西的老邻居们，我又迟疑了。回到家里，我听见我爸接着电话：“这事我不能做主，我想帮忙，但没办法，你再问问别人。”这是你爸接到的第20个电话，都是原来小区打来的。瞬间我明白了，那些没能耐搬走的人想让我帮助他们。儿子，爸都回绝了，你不用为难。回到房间，替我打官司的律师发来消息：林然估计是无期，小区伤亡太大了，他没什么钱能赔你，估计就几万，你做好心理准备。听到这个结果，我呼了一口气。他罪有应得，案子判得很快拿到赔偿金额。那天我带着施工队又来到小区，张大妈站在门口迎接我。张大妈，我能力有限，只帮大家争取了100个。好，现在小区人少，100个就够用了。这是我们剩下住户凑的钱，不能让你白贴钱。他拿出一个信封，我推拒几次没能拒绝他的好意，随后将钱收了起来。38000块是这群没能力搬走的人能凑到的极限。100个充电桩安装后，我找了上次采访我的媒体，邀请他们做了报道。我负责充电桩的安装，按照最低价格给他们提供优惠，但后续使用和维护需要全体业主来负责。充电灯亮起的那一刻，张大妈脸上的笑容瞬间绽放。小梁真得感谢你，这下充电就方便了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我看见了打我爸妈的郭哥。他从局子出来后想卖房搬走，可他自诩正义，欺负弱小的样子，全网都知道了。哪怕他一再降价，没一个中介愿意接单。他媳妇嫌他丢人，带着儿子回了老家。没过多久他就离婚了。现在的他完全没有那天的盛气凌人。梁先生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该给他们道歉，这是你欠他们的。经过这一番折腾，我和我的公司变得知名起来。我拓展了公司的业务，开拓了电动汽车充电桩板块。没想到大家都知道我做的事情，订单像雪花一样飘来。没用3个月时间，之前给老小区免费安充电桩的亏空就补上了。